是我写给我的男朋友，现在算未婚夫的歌。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大概1年多左右，1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因为他是一位牙医师，那他当时呢就是有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发生一些运动伤害，然后导致他就是腰受伤，所以就在做他牙医的工作的时候，就是会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他曾经一度想要放弃他的工作。那在这个过程，我就很希望能够鼓励他，所以就写了一首这样的歌，然后想要告诉他的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逆境，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我都会陪在他身边，然后一起跟他继续走下去。理想混蛋呢，他是怎么样组在一起玩团的？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啊是4个人，就是一起办了一场表演。那当时是我跟2位吉他手阿哲跟建廷，我们3个是同一个大学的吉他社的同学，我们都是北一吉他社的干部。然后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常常会一起表演，然后甚至去外面参加一些各大校园的比赛，像是政大金选奖啊，然后北大的北运奖之类的，就很多的不同的校园奖项。然后当时我就想要在国考之前，因为我们医学系大4要考第1次国考，然后就想说在国考之前呢，一起办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然后一整个晚上2个小时的个人演唱会，然后就找了这2个吉他手一起。然后当时就想说，那为了增加表演的丰富度，那我们来找一个鼓手一起合作，然后就想到了这个吉他手阿哲的高中同学，然后是打鼓非常有名、很厉害的卢克佩，就是我们现在的鼓手 Luke， 然后我们就4个人一起筹备了这场表演。那当时是没有团名的，就是叫做邱建豪首场个人演唱会。对，所以他们到现在就是还会拿这件事情出来笑，就说是邱建豪与他的伙伴们。对，但其实就在那场演出之后，就我们发现一起玩得很开心，然后不管是在筹备表演的过程，或者在台上表演的时候，都很有默契，然后玩得很嗨。我们就决定，那以后一定还要在一起表演，那就一起取一个团名吧，所以就有了理想混蛋这个乐团。那你的家人对你做音乐这件事情，曾经有没有表达出一种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一个想法呢？有。大概在几岁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嘛，然后一路国中、高中就有参加一些学校歌唱比赛，然后一直都很喜欢这件事，但是爸妈就还是会希望我以读书为重，所以高中那时候我甚至连社团的干部都不能接，就是爸妈就希望我专心读书就好，准备考大学这样。那后来到大学之后，我就整个放飞自我，开始玩社团，然后也真的就在吉他社里面遇到这么多很好的朋友。那其实当时他们就知道我很喜欢唱歌，然后也开始接受就是我喜欢表演，所以不管是在学校表演，或是到后来就是去校外参加一些比赛的时候，他们也是都会来看我比赛，看我表演这样子。那后来他们就是有点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就奇怪怎么从一个学校的成果发表会变成一个售票演唱会，然后从都是翻唱别人的歌，怎么开始写自己的歌，然后慢慢网络上面的粉丝从1000、2000变成到现在好几万，然后他们就是有一点回过头来，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么盛大的一个斜杠的身份，对，所以就他们其实就是既乐在其中，但是也会蛮担心我的，就会怕我太辛苦太累这样子，就是要兼顾音乐跟医院的工作，所以就常常会关心我，对，然后我是很希望他们就是不要那么担心啦，就会尽量的让他们觉得我会照顾好自己。所以你除了创作者做音乐的这个身份以外，你还有一个职业是医生。那对你而言，这可能就是一个斜杠人生，可是它其实是2个不同的挑战。那你有曾经因为低潮想要放弃其中一个身份吗？其实说实话，曾经有想过，对，那是在我们制作第1张专辑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正在实习，也刚好让到比较忙的科别，就白天就是要进开刀房，然后跟刀，然后又要写病历，然后甚至有时候要值班到隔天，就是上班时数非常长，然后一下班之后就要直奔录音室去录专辑的歌。那当时其实真的第一个是身体也有点吃不消，然后当时就又还蛮严重的鼻窦炎，然后后来还去开刀这样，所以就当时就种种轰炸之下，让我觉得好像
虽然我2件事情都很喜欢，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不是承受得住这样的轰炸，所以当时曾经有一段时间就真的还蛮负面的，对，然后情绪上也比较低落。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要蛮感谢我们的制作人，然后跟团员都还蛮就是会适时的给彼此鼓励，然后后来我就也写了一首歌，算是鼓励彼此，因为当时其实我之外2个吉他手也是药师嘛，他们其实当时也正在非常忙碌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些研究的报告等等，然后我就写了一首专辑里面的歌，叫做《我还没有做好被打倒的准备》，然后就也算是一首彼此鼓励的歌。然后其实过了一阵子，然后等作品真的完整的做完的时候，再去听，就会觉得一点也不后悔，然后也觉得很感谢当初自己没有放弃。对，因为这真的是一件我很快乐、很享受在其中的事情。我之所以想要成为一个医生，我觉得其实有一定的关联性，就像刚刚导演说的，就是我可能个性上面是比较细心的，然后会去观察别人。那其实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有2个姐姐嘛，然后她们是双胞胎，然后我的大姐也是一位医生，那我的2姐呢是她在小时候就生了病，然后是一个疾病叫做脑炎，然后她当时就是昏迷之后再醒来，那但是就留下很多的后遗症，然后变成是会需要人家的照顾这样子，然后在照顾她的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受到非常多医护人员的帮助，然后就也因此让我跟我姐可能变成是一个会非常主动去关心别人，然后想要给别人帮助的人，因为我们曾经受过很多人的帮助，所以就也会想要透过自己的能力去回馈这个社会，那这就直接影响了我们想要成为医生的这个从小以来的一个心愿，然后我觉得也是造就了可能我个性上会比较，别人可能会觉得用温暖来形容吧，对，然后我觉得也蛮反映在我写的歌里面的，对，就是很多的歌其实都跟一些我的生活经验当中所接触到的人事物有很大的关系，对，除了我自己的故事之外，像是滞留风啊，可能就是我当时在医院实习的时候，照顾了忧郁症患者的时候写下来的。然后《寂寞的大孩子》这首歌，则是和失智症的老人们相处之后所写下来的，所以就是在跟这些患者相处过程里面，就给我蛮多创作灵感，也是去跟他们相处，然后就蛮多的心得这样子。因为我以为医生在那时候你是以医生的角度去跟他们沟通，还是那时候其实是大5大6实习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俗称的实习医师啦。对。那会花多少时间在他们身上？就是说以一个病人来讲。因为其实实习医生的话，我们大概手上一天大概都是不一定，就看科别，有的时候是大概1到5床左右，就是我们手上的会去接触到的病人。那当然很多不是你手上的病人，但是你会跟着医生去查房，然后就会去非常多不同的病房，然后都会去跟他们接触到，就很冲击。就比方说，我第一次去做死亡宣告的时候，它其实历时非常的短暂，就可能10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个死亡宣告，但这件事情给我的冲击可能就会持续好几天，就会很多天都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啊，可能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身为一个医生到底可以做多少事情，就是为病人做多少事情，然后要怎么面对死亡，种种议题其实虽然是10分钟的过程，但是却会让我想很久。我印象深刻，当时就那个病人其实也不是我平常照顾的病人，我是以一个观摩的身份，就跟着学长姐去做死亡宣告的。然后我们就检查病人的生命真相，然后最后就是宣布，谁，然后在今年几月几号，然后于什么医院过世，然后请家属节哀。那旁边的家属就是瞬间就是泪崩，然后就告诉我们说，谢谢你们，然后谢谢你们对他的照顾。但其实当下我觉得，好像我们即使再有能力，也没办法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对，就是即使他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是有限的。然后总觉得我们这样真的值得被这么大的感谢吗？就会蛮多的反思。我当下其实就眼泪就是快要掉下来这样，然后我也是想不要让眼泪流下来。我觉得
对，当下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选择，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表现给家属看是很坚强的一面，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情绪崩溃了，然后身为医生的我们如果也情绪崩溃的话，可能会就这样的气氛可能会持续的更久，让他们更难放下。对，所以我觉得当下的我可能那样选择是这样的原因，但是我离开病房之后就是一直在擦眼泪。对啊，对，但即使那个病人不是我亲自照顾很久的病人，都会被这样的事情给就是影响到情绪。你有曾经因为自己是同志这样的身份，受到一些什么不平等待遇吗？我小时候大概国小国中的时候，其实都是没有我国小大概5、6年级就知道我是同志了，然后但是一直都没有勇气跟身边的朋友或是跟老师啊跟家人说。但是因为我的可能性别气质上稍微比较温柔一点，所以就有些同学也是会有一些嘲笑啊，或者是揶揄啊、讽刺啊等等的一些玩笑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当时的我其实就是会受伤的，对，心里面是会害怕的，会害怕因为这样的身份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即使可能已经发生的都是一些小小的玩笑，但还是会担心，要是我真的出柜的话，是不是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当然就一些可能媒体好了，或者是新闻等等，就在报道相关的事情的时候，通常都还是采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描述方式，在当时那个时候，所以其实我的家人当初也是很恐同的，在我跟他们出柜之前，他们其实是对于同志有很多的不了解，然后跟恐惧，对，那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些不实啊，或是一些比较错误、有偏见的报道啦，对。那后来其实是高中的时候，我觉得算是影响我非常大的一个转折，因为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个生命教育课程，然后有邀请了同志咨询热线的义工到每个班级去做演讲，然后当时就有同志咨询热线的人来到我们班上，然后就有问说，你身边从来没有同志朋友的请举手，然后几乎全班都举手了，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其实我就是你们的同志朋友，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对，然后就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台上的人，我记得当时就说一句话让我觉得很重要，他就说底下的人就是你不要担心，如果你是同志，你不敢告诉别人的话，其实没有关系，然后你以后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就是像我们一样，然后你不孤单这样。那当时其实我觉得受到蛮大的感动，然后就也开始慢慢的更加的努力，想要让就是突破自己的心防吧，然后跟身边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开始就是诚实去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所以高中出柜是因为你那时候已经就是很想要跟他们沟通，还是因为有什么契机被迫出柜？其实当时的我就已经有想要做一些准备了，所以就有跟他们一起看过几部电影，像是《为芭比祈祷》，然后或者是其他一些就是学校曾经介绍过的一些同志教育相关的电影，这样，然后就试图想要先改变他们一些观念。那后来呢，其实真正引发我出柜的一个导火线是我跟当时就是我的初恋，然后我跟他的脸书讯息被我的家人看到了，然后就被他们发现这件事情，所以有点算是我其实已经在准备，但是就被他们先发现了，对，所以就在那个当下就出柜了这样子，然后就他们一开始是觉得很不能理解，然后也很担心我就是会不会被别人欺负啊，会不会被歧视啊等等，然后就历经了一段时间的互相磨合。那一天其实是毕业旅行的前一天，然后呢我的行李都已经收好了，然后他们发现之后是一个大发雷霆，然后把所有东西都翻倒，然后也讲了一些就是比较情绪化的话啦，对，但当时的我其实不会真的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很爱我的，只是因为不了解，然后害怕、担心，所以才会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消化，然后说出这么多可能很伤害人的话。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所以我觉得就不会真的放在心上。然后就隔天也好，就是毕业旅行嘛，我就离开家里，然后他们也有几天时间可以冷静下来。
然后我们就彼此冷静之后，毕业旅行结束之后，我就回来，然后跟他们好好的谈这件事情。去年我去参加大游行的演出，我妈妈跟我姐姐就是他们也一起来现场，然后看我表演，这样子就他们就从一开始最原本他们是很恐同的，但是到慢慢他们知道我是同志之后，然后就越来越支持我，然后到现在就是他们也会站上街头，然后为这个族群发声，对我觉得很感动。一开始我妈妈就说，如果这个社会上已经有这么多人不支持，那我自己怎么可以不支持我的小孩呢？就是她的一开始的想法是这么简单。那后来其实我到要站上舞台上跟这么多人出柜，然后说我自己生命故事的时候，他们是蛮担心的，就是会觉得，那我是不是会被放大镜检视？然后我以后在职场上会不会遇到一些可能观念比较老旧，然后比较没有受过性别平等教育的人的一些偏见等等。但是我跟他们讨论之后，他们也可以接受，就是如果我站出来，然后告诉大家，就是告诉所有的同志们，你可以活得很阳光，你可以活得很好，你可以勇敢的做自己，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到任何一个人的话，那都是值得的。对，因为就像曾经的我也很内向，然后很害怕告诉别人，然后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会不会被欺负或等等的。但是就是因为当初有站在讲台上，告诉我不孤单的这些义工在，所以当时的我才能够有勇气，然后去过得好。所以他们也觉得，如果我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的话，那就很值得。你的新的作品是《底片里的夏卡尔》。对。来给我们想想看是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好，这张底片里的夏卡尔是我第一张以个人的名义发行的 EP， 然后里面总共有4首歌。那其实这4首歌就是一个我的感情史，就是我刚好就谈过4段感情，每一段感情呢，我就挑选了其中一些，就是我觉得这段感情教我的一些重要的事情，然后把它们写成歌，然后收录在这张 EP 里面。对，然后就包含了我现在的未婚夫是一段，然后还有其他3个前任。对，总共就4首歌这样子。对，所以是一部感情史的作品。那为什么叫底片里的夏卡尔？好，底片里的夏卡尔其实底片跟夏卡尔这2个词都是从里面的一首收录曲叫做《你留给我的遗憾无以名状》的歌词里面选出来的。那底片其实它象征的就是一个回忆，然后夏卡尔呢是一个很浪漫的画家，他会把恋爱中的人画成漂浮在空中的样子。那其实这张 EP 所要阐述的内容就是回忆过往的这些恋情，然后曾经爱的那个很热烈的那个自己，那当时所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从那段感情里面又获得了什么？对，所以就用底片里的夏卡尔作为这个 EP 的名称。4首歌里面哪一首歌是写给现在的老公？是习惯不习惯？对，也是这张专辑就是第1首放到网络上面让大家抢先听的单曲。对，然后这首歌它听起来可能不像是一个在写甜蜜恋情的故事，因为写这首歌的契机是当时我们处于一个有点远距离，对，但是实际上是台北到桃园。微远距，对，微远距，但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需要适应的事情，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在同一个学校嘛，他是我的学长，然后我们就几乎从每天都可以见面，那变成可能1-2个礼拜才能见一次，然后就我觉得这个转变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远距离了，然后当时的我就会担心。就是我到底该不该表达说我很想他，还是要让他很放心的觉得我会把自己照顾好，那他才可以放心的做他的工作等等。所以那是一个处于一个有点纠结的心情，然后写下这首歌，对，就是一个当时心情的写照。但其实很快就适应了啦，那是一个过渡期的心情感受，就把它记录下来。你们交往4年了？对，已经4年又7个多月。哇哦！近代佳音，我们现在已经互相求婚完了。真的吗？所以现在只差就是公证而已。对，但是就想说，我们可以再观望一下疫情啦，因为毕竟就是有登记或者有办婚礼的话，是可以请婚假，请婚假就可以出国玩，所以就要为了那个出国玩。对，我们可以晚一点来登记。因为我是同志音乐爱情故事的另外一部片的导演，对，我的那部片是8月14吧，小光。
然后同志音乐爱情故事的目前有一部剧，对，叫做《恋爱无名氏》，对，第二集是请你来做音乐，对，请我担任那个主题曲的演唱人，好棒哦，这是我们两个的渊源呢。原来是如此。对啊，你在看《恋爱无名氏》，因为它已经释出了一个MV 版本，对对。那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这首歌你有什么触动？其实当初就是在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有先看到影集的一些部分内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蛮棒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决定要勇敢的守护他，然后也勇敢的跨出自己的柜子这样的心情。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是高中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当时也是跟一个人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也因此向家人出柜，然后向周边的朋友跟同学出柜这样。那我在唱的时候，其实就去回想当时的我自己是怎么样的心情，然后再把那个感情放进歌曲的表达里面。对，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出柜的人，听这首歌的话，可能会获得一些勇气。然后如果你是已经出柜的人的话，再听到这首歌，也可能会想起当时那个勇敢的自己的感觉。